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梦君。在新世界的某个海岛上，海军正在围剿着一个挂着奇怪旗帜的组织。这个组织就是由传奇人物海军前大将黑腕泽法所领导的新海军。这个一个既不属于海军，也不属于海贼的组织，被泽法冠以绝对的正义，目的就是剿灭所有的海贼。泽法此次登岛的目的是抢夺拥有巨大的能量、威力可以和古代兵器匹敌的珍贵矿石动力岩。他要利用动力岩将新世界所有的海贼一网打尽。海军派出数千兵力，泽法冲进人群，用力挥动右手的巨型重武器，10几个海军被全部击飞。海军2名中将前来阻拦，泽法一招粉碎机爆裂，一阵爆炸，2名中将瞬间倒地。紧接着他率领手下突进了岛中的秘密研究基地，成功抢到了动力岩。这时候一阵不祥之光降临，海军本部大将黄猿的光速踢随即打了过来，泽法用右手重武器粉碎机弹开，接着黄猿使出天丛剑，狠狠地砍向自己的前任老师泽法。泽法一点也不虚，用粉碎机与黄猿对砍。黄猿的能力太过棘手，泽法不想恋战，于是引爆了一颗动力源，宛如原子弹一般的爆炸几乎将整个小岛炸毁。黄猿在最后一刻元素化逃离，泽法则被卷入到了爆炸之中。另一边，日常闲逛的草帽团正巧经过附近，捡到了在水上漂浮的泽法。泽法右手的重武器引起了草帽团的警惕。这个东西是由海楼石打造的，能带着这种东西出现在新世界，肯定都不是什么善茬，说不定会带来麻烦。但是身为医生的乔巴无法做到见死不救。船长路飞站出来给予乔巴支持，救人要紧，如果是个敌人就把他打飞。泽法醒来后对乔巴表示感谢，但是他当得知这是一伙海贼的时候，二话不说直接开打。虽然草帽团全员对泽法时刻戒备着，但是泽法的爆发力和惊人的战斗力还是让草帽团吃了大亏。草帽团3大主力迎战泽法丝毫讨不到便宜。关键时刻，泽法的新海军跟着泽法的生命卡找到了过来，随即加入战斗。泽法手下的2员大将蓝发妹妹和植物男的能力十分棘手，毫无准备的草帽团陷入苦战。罗宾和布鲁克、娜美、乔巴都中了蓝发妹妹退后果实的能力，变成了12年前的样子。如果再次中了这种能力，倒退的时间会加倍，直到完全被消除。而植物男的能力是可以控制植物，将草帽团的几个战斗人物牢牢抓住。随即泽法的新海军对桑尼号进行疯狂炮轰，这一仗打得草帽团措手不及，吃了大亏。桑尼号严重破损，船长路飞只好命令大家先行撤退，再做打算。泽法高调抢劫动力岩，破坏熔岩湖的行为引起了海军元帅赤犬的震怒。新世界的大海里有3个熔岩湖，彼此相互关联，彼此影响。一旦这3处熔岩湖被破坏，就会在新世界引起巨大灾难，新世界的全部海域都会喷射岩浆，所有的人都会被烧死。泽法的目的就是要干掉新世界所有的海贼，但是如果灾难降临，新世界的民众和海军也不会被幸免。泽法的这种破坏行为明显就是要与新世界所有的人同归于尽。赤犬立刻下令集结海军所有的战力，全力剿灭泽法和他的新海军，夺回动力岩。草帽团在某个小岛靠岸，弗兰奇负责专心补修桑尼号，其他人乘坐海上列车到附近的小岛去采购衣物、收集情报。乌索普、娜美、乔巴和罗宾负责收集关于泽法和新海军的情报，为下次对决做准备。而路飞和山治、索隆、布鲁克由于太过显眼，很容易被泽法的人和海军认出来，无法做收集情报的任务，只好去泡温泉。路飞他们在温泉浴池里商讨对战策略，结果碰到了一个意外的人，前海军本部大将青雉。4个人吓了一跳，以为青雉是来找麻烦的，准备立刻战斗。青雉一脸毫无干劲的表情，表示自己根本不想打架，自己此次登岛的目的也是为了泽法。泽法不仅是前任海军大将，同时也是众多现任海军大将、中将的老师，培养了许多海军精英。青雉念在昔日的情分，想要最后帮助泽法一把。乌索普等人在岛上的酒吧收集情报，结果暴露了身份，被上百名海军围捕。几个人逃跑的时候，正好遇到了路飞4人。路飞走上前，爆发霸王色霸气，瞬间将数百名海军震晕在地。目前大家从海军那里得到了关于泽法的确切消息，泽法就在这座岛屿对面的小岛上和海军开战。泽法和他的新海军已经来到了第2个熔岩湖，设置好了动力岩，准备进行破坏。海军收到情报之后，立刻赶来围剿泽法，但泽法很快将海军们团灭。突然，一个橡胶手臂从后面袭来，泽法用右手的粉碎机拦下。路飞等人赶到小岛，准备去找泽法决斗。这时候一阵爆炸，整个小岛发生地震。
动力岩陆续被引爆，小岛的火山开始喷发，整个小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路飞启动2档，泽法的右手重武器是海漏石制作的，如果要避免被那种东西抓住，就必须要有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力量。泽法用粉碎机的机枪模式向路飞一顿扫射，路飞避开子弹之后拉近与泽法的距离。泽法告诉路飞，如果一直畏惧自己右手的海漏石武器，就不会伤到他。路飞丝毫不服输，继续冲上去。泽法一拳打在地上，冲击波掀飞了路飞的帽子，接着又是机枪扫射，路飞将子弹弹回去，但谁料泽法竟然发射了一枚海漏石子弹，这成功击伤了路飞。泽法走过去拿走了路飞的草帽，然后将路飞打倒在地。这时候动力岩陆续开始爆炸，小岛眼看就要毁灭了，泽法和手下们迅速撤离。索隆等人赶过来救走路飞，乌索普使用香蕉船带着几人迅速向山下滑去，然而岩浆却以十分迅猛的速度蔓延整个小岛，几个人眼看就要逃不出去了。危急时刻，青雉一招冰河时代，将所有奔腾的岩浆和火山灰全部冻结，救了路飞几个人一命。前海军大将泽法曾经是一个最可靠的海军，他比任何人都相信正义，战场上也比任何人都要勇猛，年纪轻轻就成为了海军大将，并且竭力地为海军栽培优秀的人才。然而后来泽法在率领新兵训练时被能力者海贼袭击，泽法被砍断了右手臂，新兵仅幸存2人。这件事给泽法带来了很大打击，而之后的事情更是让泽法彻底崩溃。他看到那名作恶多端砍掉自己手臂的海贼，因为王下七武海的身份被海军保护着，成为政府的战斗力。泽法对海军彻底失去信心，不再相信海军中存在正义。从此他离开海军，走上了对抗海军追杀海贼的另一条恣意的正义之路上。青雉想要帮泽法一把，阻止他毁灭新世界的行动，但是泽法十分顽固，根本不听劝。青雉本想将泽法就地抹杀，但是他下不去手，只好告别了泽法，转身离开。青雉自己下不去手干掉泽法，就跑去找草帽团拉仇恨。他将泽法的目的向草帽团说明，新世界现在是危在旦夕，但是路飞根本不在乎那些，他在乎的只有被泽法抢走的草帽，自己一定要打倒泽法，抢回帽子。天才船将弗兰奇已经将桑尼号修补的宛如新船一般，随时待命。大家对路飞的决定都给予支持。青雉将一个永久指针留给草帽团，这是指向最后一个熔岩湖的指针，泽法和海军们都将在这里汇集，争夺最后的这片熔岩湖。草帽团的机会仅此一次，如果草帽团输了，新世界就会被毁灭；如果草帽团赢了，也会被海军的最高战力包围。所以此行不论输赢都很危险。路飞此行责任重大，不仅肩负新世界的存亡，还肩负着所有被泽法打败的那些海贼的愿望。因为泽法对海贼的追杀，许许多多来到新世界自由驰骋的海贼都被赶走了。草帽团将那些海贼留下的装备带上，乘着桑尼号向最后的熔岩湖驶去。草帽团进入新世界的第一场恶战就此拉开序幕。桑尼号刚刚进入熔岩湖的海域，就遭到了新海军的炮火。路飞站在船头狮子的头上，命令狮吼炮准备。乌索普待命，路飞拔出战刀，一声令下，狮吼炮发射，威力巨大的光波炮瞬间将新海军的多艘战舰报废。桑尼号顺利突破重围，靠岸海岛。弗兰奇的肩部弹出2个炮筒，用凶猛的火力掩护路飞等人前进。乔巴毛皮强化变身乔巴堡垒，疯狂扫射敌人。索隆这边也终于找到了蓝发妹妹。蓝发妹妹倒是十分识相，她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根本不是索隆的对手，她就是来给泽法争取时间的，顺便送一波人头。索隆的进攻如同猛虎一般，蓝发妹妹被打得节节败退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很快阵脚就乱了，索隆如风一般近身，刀光闪过，蓝发妹妹手里的枪一下子就被击碎。接着索隆一招3刀流将蓝发妹妹打败，蓝发妹妹的能力因此解除。娜美和罗宾、乔巴、布鲁克全部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山治则对战泽法另一员手下植物男，这个奇怪的男子动作十分迅速，但是在山治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山治的足踏空行完美的避开了植物男的所有攻击，然后迅速拉近距离，使用恶魔风脚。最后山治全身燃起熊熊烈火，一招恋爱之流星飞踢将植物男从空中重重击落，失去作战能力。草帽团将杂兵们全部打倒，和平主义者却在此时登岛来打助攻。这时弗兰奇驾驶首次登场的钢铁海贼弗兰奇将军赶来支援，2年前将草帽团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和平主义者，如今只需要弗兰奇将军一个人就可以全部干倒。路飞挥舞巨大的肉腿将一干杂兵打倒，然后将肉腿吃掉，恢复了一些体力，接着冲进人群里疯狂输出，一路所向披靡，终于来到了火山口，见到了坐在这里独自喝酒的泽法。泽法已经将动力源放置完毕，
他也不打算逃走，做好了葬身于此的准备。现在他没有什么牵挂，但他似乎故意在等着路飞找上门，和他做最后的对决。泽法站起身，一把捏碎了自己的呼吸器。路飞丝毫不虚，冲上去对着泽法的粉碎机猛出拳。泽法不甘示弱，用拳头回击。二人拳拳到肉的对决让泽法对路飞十分欣赏。虽然是海贼，但是有几分骨气，比懦弱的海军强多了。路飞使出3档与泽法的粉碎机撞击在一起，然后路飞又使用2档继续猛攻泽法的粉碎机。巨大的重型武器被打碎，露出了泽法的假肢。接着两人同时使用武装色纠缠一起，疯狂对拳。黑腕泽法的拳头明显比路飞的头都大，揪住路飞猛锤。路飞被打倒后突然跳起来，一脚踢飞泽法，最终两人纷纷倒地。路飞顽强地站起身，泽法却嘲笑自己老了。黄岩率领的海军在一边看半天了，趁着那边两败俱伤，赶快冲出来准备收一波人头。泽法微微一笑，独自一人走上前，准备硬刚包括黄岩在内的众海军。蓝发妹妹想要上前阻止泽法，突然一面巨大的冰墙拔地而起。泽法露出了十分孤傲的笑容，没想到自己的学生最后把自己的葬身地点都安排好了。黄岩的8尺琼勾玉如同散落的流星雨一般疯狂扫射泽法，泽法在这猛烈的火力下被打成重伤。在场曾经是泽法学生的中将纷纷落泪。泽法咬紧牙关，拼尽最后力气冲击海军，最终勇猛的战死，一世英雄就此与世长辞，为了自己的正义。我是先锋君，咱们下期见。